能灿烂，要难忘别嫌麻烦。我全副武装，迎接下一个挑战。生活很忙，没空遗憾，偶尔不友善，也可以伪装善良。做好人并不简单，哦，反倒需要商量。也许我有答案，别客气，说来听听，不用伤脑筋，一定能搞定。没关系，有些事情难在算是总经理，有我在，问题不大，总会有办法让我陪你到底，解决所有难题。我没关系，要相信，努力能改变结局。为了你，风雨再大都值得去闯，我会陪你到底，一起看着天晴，我和你。来，你要吃什么自己拿，不要客气。啊，吃这么多啊，会消化不良的。管他消化不良，我今天要吃的痛快。你平时不是很省吗？杂菜饭就要2样菜，炒粿条不要蛋不要料，还硬要人家减5毛钱给你，那就是啦，我每天省吃俭用做牛做马，为了什么？他们会感激我吗？不会，他也会那个女人来对付我。你是说你家翁家婆吗？他们想斗是吗？好了，我们斗斗看，看最后谁赢。要怎么跟他们斗？从今天开始，我不洗衣、不煮饭、不做家务、不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每天在家里翘脚。这怎么行？你不煮饭，你孩子吃什么？叫那个烂赌的阿妈煮啊！那女孩子这么小，你放心让他们自己去上学。家里还有个吃饱没事做的阿公。你真厉害，把所有事情都留给2个老的去做，自己就在家里翘脚当女王，发号施令。要让他们知道，惹火了我，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你不怕他们向你老公 complain 吗？你就旁边啊，经济大权在我手上，他敢怎么样？你真的是妻管严哦。我说了，男人有钱就会作怪，就算他不作怪，那些狐狸精会自动靠过来。所以我每天确保他的钱包里面不会超过50块，这样他就没有机会乱来。对，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要向你多多学习。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靠不住，就钱才靠得住。私房钱越多，你就可以高枕无忧，懂吗？林叔都走了，你还在这里干嘛？做完就走。哎呀，看你整天做东做西，都不懂在忙什么。我自己设计了一盏灯，就快完成了，等一下给你看。那你的晚餐吃了再做吧，哈。等一下再吃吧，大功告成了，跟我来。你要我看什么啊？等一下。做梦？哈？真的是你做的啊？是我花了1个星期才完成的，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一盏灯。我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啊，还有名字啊？叫什么名字？星星知我心。星星知我心。记不记得10年前一个中秋的晚上，我们提着灯笼在公园里赏月。那时候我答应你说，要做一盏星星灯，照亮你的世界。好特别啊！当然特别啦，我亲手做的，有钱都买不到。这些星星很 Q 啊，很可爱啊。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星星的，可以看一整个晚上都不用睡觉。我7岁的时候，我爸爸就死了，我妈妈也离开了我。我是我阿妈带大的，虽然我阿妈很疼我，我也很爱阿妈，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孤单，好像这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我常常看着满天的星星，跟他们说话。
过现在一切都变了，有你在我身边，还有漂亮的灯笼，我的世界已经亮了起来。淑慧，我答应你，以后我一定做一盏真正的星星灯送给你，我照亮你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对不起啊，一直拖到今天才实现。今天怎么了？结婚那么多年，早不做晚不做，偏偏今天做什么星星知我心？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啊，说！我哪有什么企图？心血来潮，想做就做，没有你想的这么复杂。我不相信，有什么事说。不信就算了，那回家吧。怎么又生气啊？做灯给你还被你怀疑，早知道就不做了。这样你要我说什么？你要我说老公我爱你，我很喜欢，这样啊？那倒不用，鸡皮疙瘩掉满地了。就是啦，你也知道我的人，这种肉麻的话我是不会说的，这种话我是放在心里的。我知道了，回家吧。饭都还没有吃，吃了再回吧。来，你要回家吃吧。你真的很想接那个花车灯饰的生意啊？没有钱怎么做？我可以借你钱啊。你说什么？我说我可以借你钱，可是你给人一定会赚钱嘛。哦，他们说至少可以赚1万块啊。1万块啊！早不说，快去做啦！你真的肯借我钱啊？再啰嗦就不见你了。走了，回家吃饭了。哦。哎，老婆，你不要我陪你去银行啊？新加坡那么安全，你怕什么？啊，货下午到，他们要收现金的。知道了，我买了东西就会去银行提钱。走吧，啊？谢谢你。好啦，你说了很多次谢谢啦，走吧。老公喜欢喝的，买多一点。这个牌子的快熟面也是我老公喜欢的，多一点。哇，今天的鸡有 offer， 那么便宜，买多一点呢。我老公喜欢吃咖喱鸡，为什么不地道？开口闭口都是老公老公的，你们感情有这样好呀？礼尚往来喽。他多给你家用了，还是买了什么贵重的东西给你了吗？有就好啊。他昨晚还给我借了3万块。3万块，借这么多钱干嘛？他说有人找他设计花车灯饰，需要3万块作为资金。那你给他了？哎呀，谁叫他是我老公？看他那么有兴趣，又说可以赚1万块，就当投资喽。不是吧？昨天你还说要掌握经济大权，老公身上没钱才不会搞外遇。现在他一开口就给了他3万块，这不像是你的作风啊！不是给他，是投资，投资3万可以赚1万，好过放在银行，银行的利息那么少。那万一亏掉了怎么办？你不是1毛钱也没有了？喂，你不要乌鸦嘴嘞！之前你老公说要扩展生意，他买了一批高档灯饰回来，结果啊卖不出去啊，把钱都亏掉了，还不怕吗？哎呀，不会的，他说这些一定会赚钱的。啊，你看，这是个不好的预兆啊！我劝你还是小心点。什么不好的预兆？你不要迷信可以吗？如果这是罐头啊或者玻璃之类的东西，你早就头破血流要进医院了。不要一直乌鸦嘴，说点好听的可以吗？
要听好话啊，这很容易啊。但作为你的朋友，我有责任提醒你，你省吃俭用，存多久才存到了3万块，就这样拿去给老公，难道你不心疼吗？那，你看，丈夫一朝发达，抛弃糟糠之妻，与新欢双宿双飞。男人呢都是没良心的东西呀、有了钱就去找小三小四的。你不是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可靠，只有钱才是最可靠的。那你干嘛把自己辛苦存的私房钱全是拿去给老公了？哎呀，你静静了，干嘛接那么多话？到我了啦，等一下我还要去银行的。你干嘛把自己辛苦存的私房钱全是拿去给老公了？说不定这些钱都是拿去给别的女人的。你看，这是个不好的预兆啊！我劝你还是小心点。去死了！难道这是老天给我的警告，叫我不要去提钱？喂，老婆，货已经到了，人家要结账啊，你现在在哪里啊？你跟他说把货退掉，全部还给他。啊，什么意思啊？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啊？我没有去银行提钱，你不要给我接什么花车灯饰的生意，就这样。哎，等一下，我们昨晚说好的吗？为什么突然变卦？昨晚是我感情用事没有想清楚，现在我想清楚了，不可以冒险的。万一像上次一样把钱亏掉怎么办？那我不是要去跳海？你现在才来反悔，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啊？这样吧，老婆，你先把钱拿过来，我答应你，就算是亏了，我也会想办法把本钱还给你。你有钱的话就不会跟我借啦，亏掉怎么办？你借大龙来还我啊！总之我是不会借钱给你的，你自己看着办。喂，老板，货点好了，请结账。陈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没办法付你钱，给我多几天时间好吗？我们跟人家做生意的，货到收钱，不拖不欠。但是今天真的没办法。你没有钱就不要跟我订货，真是倒霉嘞，浪费我的时间。阿德，把东西搬回去。你说帮忙，对不起啊。我们做生意的靠的是诚信，没有诚信，谁敢跟你做生意？我知道，对不起。走，对不起啊。怎么了？脸黑黑的，让他们白跑一趟，当然脸黑黑啦。为什么把货搬走？收不到钱喽，你老婆是不答应拿钱给你，被摆了一道喽。叔，去做你的事吧。我都知道你老婆靠不住了，1分钱都看成比牛车轮还要大，怎么可能拿出那大笔钱借给你？既然把钱看得那么重，就不应该答应支持你，答应了又反悔，那不是在耍你吗？还让你在别人面前下不了台，这种女人太过分了，不能让她再这样了。那你要我怎么办？跟他大吵大闹，让家里没一天安宁吗？你就是太老实了，处处让着他，才会造成他越来越嚣张，爬到你头上去拉屎了。法德，哎，算了，反正老婆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看着办吧，多说也没用。哼，扯了老公的后腿，还有心情在这里看电视。又在讲我的闲话。你做了什么事，自己心知肚明。我怎么样？杀人放火啊？既然说好了，就不应该反悔啊。反悔又怎么样？一大笔钱呢，我一定要想清楚才可以决定要不要借你啊！那你昨晚为什么？你不要跟我讲昨晚，做一盏灯给我，说照亮我的世界，原来是有预谋的。你不支持我就算了，为什么要害我空欢喜一场？现在还要说这么难听的话？做生意是要讲信用的，订了货又退货，以后人家还敢跟我们做生意吗？有什么了不起？找别间啦，我的钱就不一样了。不小心的话，很容易血本无归的。我说你是瞧不起我们洪哲啊，认为他没出息，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的，对不对？你讲这么多，你拿钱出来支持他了？我那一点点钱是要留着做棺材本的。一个两个舍不得把钱拿出来，凭什么叫我拿钱出来？当我白痴啊？哎，你的钱就是我哥的钱，他现在有急用，你拿出来给他也是应该的啊！你给我静静啦，寄生虫！
我是替我哥打抱不平哎。从娶你到现在，我哥一直对你是这么的好，你呢？你是怎么样对他的？我哪里对他不好？你们只会 complain。人家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女人，而你这个女人呢，只会打击我哥的自信心。你有支持过他吗？难怪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啦。唉，娶不到贤惠的老婆，就只会带衰老公。真是家门不幸。你们懂什么？刚才我去提钱的时候，我差点被车撞。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警告，叫我不要去提钱。我是顺天意，你们懂吗？够了！我再问你一次，你肯不肯拿钱出来支持我 ？No。Hello， 你没事吧？我会有什么事啊？供应商向我发牢骚，说你订的灯饰又退回去。你现在在哪里？我们见个面好吗？你一定对我感到很失望吧？反反复复的答应了接下来的工作，最后又做不到。我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因为钱？我老婆本来答应拿钱出来支持我的，可是最后又变卦了。或许她觉得我能力不足，就算做了也未必会成功。倒不如安安分分当一个灯饰店的小老板算了。那你呢？你对自己有信心吗？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对你有信心。如果你真的有心去做的话，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是因为钱，我可以帮你。我们才认识不久，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不会看错人的。我相信你可以把这个工作完成，而且做得很出色。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可是，不要可是了，做人要有目标。你太太现在看不起你，你就更应该做出一点成绩，让她知道你的能力和实力。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但是这笔钱不是小数目。我可不是白白借给你的，我是要收利息的。那当然了。那就我们合作愉快 ，Cheers。合作愉快。啊，又是鸡呀！吃了那么多天的鸡，还吃不腻呀？可不可以煮一点别的？有鸡肉吃，我们应该感恩了。你们忘了，你们以前过年的时候才有鸡肉吃啊。现在 supermarket 有 offer， 我们应该吃够本，这样才赢吗？妈咪，我们可以不要吃鸡吗？我吃到怕了。可以啊，吃白饭哦。小孩子在发育中，要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鸡肉很有营养啊，有蛋白质、铁质，吃了可以身体健康、强身健体，多吃。那也不能天天吃啊，吃到大家都要吐了。Father，你还不明白吗？他就是喜欢买这些有 offer 的东西，省到了钱呢就放进口袋里。哇，你那么了解我，不要吃就不要吃，没有人逼你呀。不要吃就不要吃哦，我当做减肥。发什么呆？快点吃。来，子涵自己拿。不要。我花那么多时间煮饭给你吃，你不要吃？不要吃是吗？饿死了。妈咪不要。还敢跟我顶嘴？手伸出来，伸出来！你是后母是不是？为什么动不动就打孩子？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不要干涉，可以吗？管教孩子也不能用暴力呀，孩子长大以后啊，心里会有阴影的。什么阴影？我还不是从小被打到大的，现在还不是健健康康？
那就难怪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阿嬷的那一套教育方式早就已经过时了。你们要吃就吃，不要吃就拉倒。啊，只有半碗，你在喂猫啊？为什么每次煮饭就煮这么一点点？你又起价了？你们没有看报纸上的统计数字，餐馆、小贩中心每天浪费的食物多到吓死人。所以我每天煮饭煮到刚刚好。一，我们不会浪费食物；二，我们不用吃隔夜饭。你们2个老的吃太多还是吃不健康，很容易得三高的。万一血管阻塞、中风，弄得半死不活，那怎么办？拖累我们呢？吹，你在咒我们呐？不是咒你们，我是分析给你们听，给你们警惕一下而已。我回来了。Daddy，儿子，你回来的正好，你来听听看，你的老婆到底在说什么话？我说的是实话。你再说一次。妈，坐下来吃饭吧，别说这么多了。对着他，哪有胃口吃？我不吃了。我也不想吃。那我们到外面吃，阿公请客。好，我也去。到外面吃，走了。淑慧，我也是吃鸡吃到怕了，我们一起出去吃吧。你要去你自己去，我才不去。哎呀，哥不用跟他废话这么多了，走。Daddy，走啦。走了更好，可以吃多一点。这双子啊，你们最喜欢吃鱼的，吃多一点，儿子拿给他们。哇塞，有我最爱吃的排骨王哎！阿公，我可以喝汽水吗？当然可以了。你妈咪不在啊，你想吃什么喝什么，尽管说。我去 order。谢谢阿公。在家里，他们2个哪里敢这样大口的吃饭？对啦，吃顿饭也要被骂，饭粒掉在桌上也要被骂，我都觉得他们2个很可怜。哎，我们2个老了就不可怜了，饭只给半碗，看到冰冻鸡便宜就买了10几只鸡回来，打算整个礼拜都要煮鸡啊，真是受不了。妈的，我也很可怜好不好？一天到晚被他叫蛀米虫，吃顿饭还要被他骂，好像欠他的。婉玲，你不要这样说你大嫂，她说的也有道理啊，你吃太多会消化不良，再说节省也是美德，不是吗？算了吧，你跟他结婚这么久，你还不懂他的为人吗？你干嘛还帮他说话？他在家里还以为他自己是女王。婉玲一点都不夸张啊，从她一直对我们呼呼喝喝，不把我们当长辈呀，就足以被天打雷劈了。我以前当人家媳妇的时候，在公婆的面前屁都不敢乱放，现在的媳妇啊都不懂什么叫做3从4德。马哥，以前我们就是不敢出声，他才会那么嚣张。现在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对抗他，不能再对他心软啦。是啊，儿子，你也要拿出男子气概来，该讲的时候就要讲，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他。对啊，哥，你不要再对他忍气吞声了，你有什么话就敢说，我们一定会 support 你的。好了，我们今天就要开开心心的吃个痛快啊！吃不够再 order， 就算吃光阿公钱包里的钱，我也甘愿。耶，爸爸万岁！阿公万岁！耶！还没睡啊？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没有啊，说什么？你有没有跟我说 sorry？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sorry？ 你丢下我，跟法大他们去吃好料。我没有问你啊，是你自己说不要去的嘛。这样你应该留下来陪我吗？你懂不懂什么是夫妻连心？心里根本没有我。法大跟马德一定在外面说了我很多坏话。你嘞？你对我不爽是吗？你有什么不爽你说啊。我洗澡。对牛弹琴。周可恩。时间不逆转，平凡也能灿烂。要难忘，别嫌麻烦。我全副武装，迎接下一个挑战。生活很忙，没空遗憾。偶尔不友善，也可以伪装善良。做好人并不简单，哦，反倒需要商量。也许我有答案，别客气，说来听听。
些事情难在顺时钟定理。有我在，问题不大，总会有办法让我陪你到底，解决所有难题。哇，今天有炸鸡腿哎，是叫外卖吗？没你的份啊！干嘛啦？不吃就不吃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吃别的。给你，紫葱紫花，你吃。妈咪。还有一只我要。你儿子不用吃啊？他刚刚打电话回来说他不要回来吃了。有没？这么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啊？他没有打电话给你呀？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跟老婆报告的。我要峰哥做偶像了，这样才算男人呢。回来就知道了。他不吃我吃。我的。李叔，洪哲呢？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整天问你什么都不知道，问了也是白问。他去哪里又没告诉我，每次听完电话就跑出去了。整天不回来吃饭，不知道做什么鬼。哎，对了，每次打电话来的好像都是个女的。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你也知道晚啊，你忙什么忙到3更半夜？刚才去店里找你又找不到你。最近的灯饰老是出问题，顾客打电话来投诉，我就得下去修啊。修理电灯对你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需要修到那么晚？现在几点了？也不是你说的这么容易，有时候修几个钟头都没修好。我还是10点多才吃饭的。我看是美女找你修灯，有美女陪，我看你家都不想回呀。在乱说什么？是昂哥啊！我去洗澡，你睡觉吧。昂哥。周小姐早，麻烦你找人冲2杯咖啡来会议室。好的，这边。不好意思啊，这几天都要你上来跟我开会，讨论画车灯饰设计的事，不会影响你店里的工作吧？不会，店里有我爸还有炳叔看着，不会有问题。你老婆呢？你每天那么晚回去，她不会说什么啊？是有唠唠叨叨、问东问西的，不过我回到家都很累了，倒头就睡，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还是不要瞒着她比较好。我倒觉得等我做出成绩再告诉他吧。希望这件事情不会造成你们之间的误会吧，要不然啊，我可会成为千古罪人。小姐，你找哪位？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周可恩的人？他在开会，你是哪一位？我帮你通知他。不好意思，喂，CNC。好的，我帮你查一下啊。好。
怎么了？真的吵架了？都老夫老妻了，有什么好吵的？倒是你啊，每天工作到这么晚，你男朋友不会心疼吗？我没有男朋友。怎么可能？你条件这么好，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啊？好的男人都已经是别人的老公啦，就好像你一样，脾气好、个性好、有才华又顾家，只可惜你已经是别人的老公了。能够嫁给你一定很幸福，真的好羡慕你太太啊！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开玩笑而已。哎，你看。淑慧，你怎么来啊？你竟敢背着我偷情！你在说什么啊？难怪整天早出晚归，店里的生意不顾，还骗我说什么帮昂哥修理电灯，原来搞上这种狐狸精啊！你误会了啊你！走开呀！周可能是吗？全世界的男人死光了，你要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齐太太，你真的误会了。误会？好了好了，回家说，不要在这里闹了。你还怕我闹啊？敢拖住这样的事，还怕我闹是吗？我们在谈设计灯饰，我们在工作了。我不是叫你退出了吗？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女人不想放弃呀？大白天搞在一起，不知廉耻！齐太太，我看你是真的误会了。我跟洪哲不过是普通的合作伙伴关系，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什么洪哲？叫那么亲热，说你们之间没有关系，鬼相信啊！走了，回去再说了，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丢人现眼的是你们，狗男女！喂，周小姐，对不起，没事吧？没事没事，你赶快带他回去，好好感受。你给我过来！够了！心疼他是吗？臭女人，给他吃了什么迷汤之类的？走了！走啊！走了！走啊！走了！回来了。怎么了？要下雨了，乌云密布的。问你好儿子啊！我在车上已经说过很多次，我跟他只是工作上的伙伴，我们是清白的，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是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想狡辩？你到底在说什么啊？说他在外面搞外遇，有小三呢。不会吧？你的坏基因全部传给他了。奇怪了，我躺着也会中枪。一个两个都是一样，没一个好东西。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好不好？我无理取闹？你把手机拿出来看，一整天你跟那个周可恩通了10几通电话，刚才我还抓到你们在一起，你还敢说没有？周可恩，这名字好熟啊！哦，就是那天来店里找你的那个气质美女啊！要死啊！他还敢来我们的店？人家是来找我谈合作项目的。你当我白痴啊？我不给你钱，你有钱跟他合作？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自私自利的。你不借钱给洪哲没有关系啊。周小姐二话不说就开了3万块的支票给他了。马德，他借你3万块？好啊，还敢说你们是清白的？如果你跟他没有一腿的话，他那么好心借你钱？人家是因为信任我才借钱给我的。再说也不是白借的，要还利息的。他是讲义气呀，不像你把钱看得比老公还要重要。讲义气？那反正把那些钱花在那个美眉身上，也是讲义气吗？要不是那个女人犯贱，看上你的儿子，他会那么好心？够了！我跟他的关系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不堪。人家又漂亮，条件好，这么有钱，他怎么会看上我这种没出息的男人呢？你是说，如果你的条件好一点，你就会选择他？你现在是嫌弃我是吗？越说越离谱。白的都能说成黑的，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啊，真是我们齐家的不幸。现在黑白不分的是你们，你敢做就敢当，你承认啊？我光明正大的，没做错事，你要我承认什么？你不要再疑神疑鬼了。你给我回来！我还没有说完呢，不要你回家，我就会放过你。打雷了，暴风雨真的来了。静静啦。
是不喜欢打扮而已吗？我真正化起妆来，你觉得我会输给那些女人咩？因为五官很细致啊，化起妆来应该会很美。就是啊。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化妆？化什么死人妆？我可是良家妇女。就那些不正经的女人才有事没事把脸涂到像唱大戏一样来勾引男人呢。勾引男人？是不是有不正经的女人来勾引你老公啊？他敢？难道是真的？不是说你掌握经济大权吗？那没有钱，怎么会有女人看上你老公？偏偏你是贱女人，肯拿钱出来倒贴给男人。没想到你老公有这样的魅力啊！那个女人是谁？我认识她吗？哎呀，我们是好朋友，我想帮你吗？我之前不是提过有人要找我老公，要跟他合作什么花车灯饰的生意吗？我本来想拿私房钱支持他，是你叫我考虑清楚，我才打消这个念头的。难道那个女人就是找你老公合作的人？我老公说跟这个女人只是合作上的伙伴，可是那个女人一出手就加3万块，说他们没有一腿，谁相信？哇，你老公不是赚到了财色兼收？开玩笑的啦。那如果他真的是你老公在外面的小三，你打算怎么办？谁敢破坏我的家庭，我跟他拼了！揪他的头发，打他一顿。打人要坐牢的啦。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可以帮你出口气。什么？说啊！人家是借刀杀人，我们不用刀，用网络，一样可以把敌人杀得没有招架之力。老板，你看，什么？这照片中的女人是不是上回来我们店的那个？周可恩，没错，就是她。世纪巨舰小三，怎么这些人这么缺德啊？啊，把好好的一个人写成这个样子。是从你媳妇的账号分享出来的，还很多人点赞呢。洪哲，你看，那天你跟老婆啊吵架，吵得那么凶，会不会是他搞的鬼啊？名字跟照片都放上网了，以后人家怎么见人呐？真是的，哎，这样破坏人家的名誉，嗨，太过分了。法代，我出去一下。嘿，你今天上网看到了没有？当然看到了啦，online是传到乱啊，又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连我们公司的名字跟地址都写上去，还有照片，哪里可能是假的？哎呀，online的东西很难讲的啦。你看人家这么漂亮又能干，她还是老板呢，怎么可能会是破坏人家家庭的小三？感情的事很难说的。周小姐，你要进来吗？可恩，谢谢。网上那些谣传，是我老婆放上去的，真的对不起。没关系。其实你和你太太，是不是闹得很僵？要不然她怎么会那么做？造成你们之间的误会，真的很不好意思。不关你事，都是我。我不应该瞒着她借这工作。如果早点告诉她，都是我处理不好，让你受这么大委屈，对不起。我说了，真的没关系。怎么会没关系啊？那天她上你公司大吵大闹，现在又在网上抹黑你。如果你要告她诽谤，你不会真的想过要这样做吧？
我当然不会了。我已经说了，这只是一场误会。而且我害你们夫妻吵架，我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不如这样吧，你找一天约你太太出来，我想当面跟她说清楚。我已经解释过了，本来以为他发过脾气之后就会没事，没想到他会在网上散播谣言，真是。也许女人跟女人之间会比较好沟通呢，所以我才希望能够当面跟她解释清楚。不用了，给你添的麻烦已经够多，我不想再连累你。这件事我回去会跟他再好好的谈一下。我会叫他把网上那些贴文给删除掉的。哎，你回去千万不要怪他，他会这么做，全都是因为太在乎你了。两夫妻之间，千万不能常吵架，越吵感情会变得越淡，到头来会一发不可收拾的。他做的这么过分，你还帮他说话？好啦，我都已经说了，我真的没事。我得回去工作了，谢谢你的咖啡。子松，子松。爹地，怎么不回房间睡啊？我在等你。等我干什么？我有话要问你。好，问了就回去睡啊。说吧。你是不是不要我跟姐姐了？谁说的？当然不是了。妈咪说你外面有小三，不要我跟姐姐了。爹地，什么是小三？妈咪跟你们开玩笑的，你跟姐姐都是爹地的宝贝，我怎么会不要你们呢？真的？你不信啊？那么打勾勾。还有错？还有错吧？走了。好了，回去睡吧。来。我们可以谈一谈吗？周末，知道我的厉害啦，想跟我道歉是吗？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罢手？要看你会不会做人。如果你乱来，我连你的照片都放上去。你很无知，很幼稚，你知道吗？什么无知，什么幼稚？人家是不想跟你一般见识。如果他告你诽谤的话，你要吃官司的，你知道吗？加高了，谁怕谁？还有，你为什么要跟孩子说那么难听的话？你不怕对他们有负面的影响吗？怎么做妈妈的你？你呢？你的行为很正面吗？你就是好爸爸吗？好，网上的贴文我可以 delete 掉，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我要你跟他拆伙，退出花车灯饰的生意，还有不准再见他。不答应的话，一切都免谈。怎么样啊？好，我答应你。沿路灯火，影子长的寂寞，想哭的时候，是否有牵走？提醒眼泪别太激动。天亮以后，我该往哪儿走？在某个尽头，看无尽天空。人再渺小也有伤痛，到最后。
左右，转身后。